亚东，你说李世川这个人老就算了，他还用什么呢？老的模型，还用便宜的模型，老的网军，你说那个瓢虫公司也是烂个 AI 做出来的。因为一直有人跟我讲一个传言，是没办法证实啦，就是说他背后的网军或者团队是中国的公关公司团队。是，可是目前还看过2个迹象，第一个这个李很明显，里长的李，简转繁。第二个，他瓢虫公司重点不是那个公车本身，是背后的板桥车站。对，他拿了一个 AI 合成，根本不存在于台湾的车站。对，问题就来了嘛，你在新北待那么久，然后你连拍个照或找人有一张照片，你给他一个真的板桥车站，对，去合成，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是，有一种可能是他背后操作团队根本没来过台湾，对，他根本没有板桥车站照片，懒得去找就偷懒，你才会出现一个虚拟的板桥车站，又不存在的车站出现，这就有2个迹象。对，李世川现在状况外，你说李世川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他这个老工程人可能跟不上新时代，他不知道工程出了什么问题。竞办有回应哦，对手的套路跟大罢免一样，我就不多说，因为竞办很哪里跟大罢免一样？什么苏巧慧又怎么搞政治斗争啊，带风向啊，还干嘛？你自己搞网军，连提示词、思考词都蹦出来，对，你还要去骂人家？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哦，你是还搞不懂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出包。是，而且对于有在碰网路的人来讲，这个蛮严重，因为证实了你就是在弄网军。对。结果他出包还不止一件事情，他各种出包。你看这个宣布台风假，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小，其实蛮严重。因为他说明天7月10号停止上班上课都没问题。对，这边直接打错，打7月11号，这边讲10号，这边讲11号。而且7月10号是礼拜5，对，这边怎么打7月11号礼拜6？你这个打错，有些人本来以为不用上班上课就去，或者本来以为要上班上课的就不用去。对。台风假搞错会影响到非常多人的这个生活，对啊，结果连这个最基本的日期你就直接给他搞错，而且还是你的图卡跟他的字完全对不在一起。我跟你讲，这一张这个叫什么动态哦，什么字都可以错，就这个不能错，这个一定不能错，你什么时候都可以错，你平安的平写错没差，重要重写进，就是事情不能写错，就2个事情不能错，停班停课，日期不能错，跟是停班停课还是正常上班上课，这个不能错，对。结果他这2个不能错，就错其中一个。对，我跟你讲，他就连巴威叫做巴威马、沙威马都无所谓啦。他这个台风叫什么名字根本就不重要。没错，重点就是日期跟要不要上班上课对嘛？他错一个，就你这个都错，还有更瞎的来了。更瞎，这个图，这是他们发采访通知。我看到个滑鼠，很多年轻朋友现在都不用滑鼠了，都滑手机了嘛。这个就是桌机上面有滑鼠嘛。这个不是制作单位弄错，还有一个是李世川发文的时候直接把游标放上去，那表示说他们有些人可能就把这直接用截图的截起来之后传到小编，小编也不检查，就直接拿截图上面还有游标的，就把它发出来。你要发照片发有游标，现在这年头不容易，很难，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复制嘛，你就按右键之后复制图片，再贴到资料夹，有各种方法。你为什么还用一个截图的方式把你的游标也截进去？然后画质还会变差。对，而且画质还很差，非常的这个奇怪。我觉得各位观众可能觉得这样吹毛求疵在干嘛？可是李世川是工程人工程的管线有个特色，你前端的小失误到后面会放大变很大。对，你铁轨前面差0.几毫米，后面可能会叫牛鞭效应。没错啊，所以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出问题的时候，你还说你是工程人，就是会有人设破局的问题。是，但是更严重的是，他原本最大的一个帮手就是现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啊，又有市政资源，就侯友宜现在被风传媒独家说。赖清德在拉拢侯友宜，跟大家很默契，真的假的？7月9号的时候的话，这边有个影片，我们直接一边来看。我们边看边讲，因为赖清德在7月9号的时候出席这个万里的这个医院的动工啦。赖清德从头到尾都还跟侯友宜有说有笑，而且看苏小慧在左后方，他把晾在后面。赖清德从头到尾都在跟侯友宜聊天，然后上台致辞的时候，百般感谢侯友宜。风传媒发现有蹊跷了，你看赖清德跟侯友宜在这边嘛，照理来讲啊，这个场面苏小慧就在旁边也不会太奇怪，因为他也是候选人，对，而且他也是立委，而且是同党的。结果赖清德只跟侯友宜谈笑风生，然后这过程当中后来上台讲话，感谢侯友宜，还感谢侯友宜去推长照，这个有对比嘛？因为赖清德呢，对于台北市有一些他的想法，就台北市要好好做，可是对于新北是非常感谢
侯友宜去推长照，对哦，然后还赞侯友宜配合中央努力推动哦，是蔡英文先弄长照2.0，中央跟地方跟新北一起共同的努力，对，不止如此，这第二个怪赖清德跟侯友宜在2024年是杀到见骨哦。你还记得那个万里的赖清德的老家，他们怎么杀到见骨？赖清德杀到掉眼泪哦。赖清德是，等一下风传媒说，赖清德是恩怨分明哦，南龙非我族类的特质哦。怎么和解？更怪的事情，台风的对不对？侯友宜人都没到现场，赖清德还说他干得好，我们看一下。谢谢刚刚刘副市长的说明，看起来新北市在侯市长的带领之下，已经全线动员，那么也已经准备做好撤离的工作，这些都值得肯定。很怪吧，朗东？风传媒发现很怪了。对啊，你人都不在，你可以感谢整个新北，或者感谢副市长，你可以点说侯友宜人怎么没来？对，就你特别点出很感谢刘荷兰，感谢侯友宜，刘荷兰这种释出善意，对，释出温暖，对。这边呢还特别就发现一件事情哦。侯友宜大家也记得嘛，是陈水扁时代被提拔成为了警察局长、警政署长。对，那时候赖清德是立委，然后才是立院党团的干事长。2003年11月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还执行侯友宜还赞誉有加说你这个嫉恶如仇，看到武侠小说名捕的特质，觉得319枪击案啊，周正宝引带啦。帮侯友宜爆区了说你是2、3下子抓到嫌犯迅速侦破，是非常的这个了不起。对，就表示赖清德对侯友宜的欣赏是远于他们竞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因为最近我们发现一些奇怪，包括上报独家说什么赖清德跟黄成国一直在指南宫也结冰，破冰了6年没走进去过选总统我都不去指南宫，我跟黄成国一起走。侯友宜跟赖清德在前年2024年选举是杀到见骨侯友宜由上到下的局处是怎么整赖清德万里的老家那个案子可现在为什么整个开始破冰了？你说侯友宜其实一个有机会拉拢的对象。没错，第一，风传媒独家来讲说，侯友宜对于新北自己有很多里长跟这些人士、这地方都蓝营的嘛，对，结果没有收到侯友宜下令要动员。我打听过，确实我打听不动，没有。对，但这个不排除侯友宜最后一个才动。对，可是你要结合下一个来看，有地方人士也透露，侯友宜有私下跟议员友人、跟很多地方要角互动说。如果我在中央有角色，如果我会怎么做？显然侯友宜不是觉得说郑丽文当总统的话，他在中央有角色，对啊，他应该不会是这样推测啦。对，所以这个如果我在中央有角色，会不会是觉得如果赖清德继续连任，然后又有角色的话？他不排除用个中立政务官的一个方式进到中央。原本还江湖还传言监察院院长是要找侯友宜，没错只是后来没有成型。对，从我的行动来看的话，确实他似乎有点心动了。对，侯友宜帮赖清德讲话心痒痒了。就在前2个月的时候，就史瓦蒂尼嘛，我们就突破了中国封锁，然后蓝白都在骂赖清德串访，对不对？没错，就侯友宜那时候表示说，台湾外交不容易，多走一走让世界看到中华民国，看到台湾。是一件好的事情，对，这就表示什么？侯友宜也对赖清德释放了一个善意，所以如果双方的善意在加成之后，这样侯友宜在新北的政绩，其实跟台北一比，哪一方会淹水，哪一方做得好，其实大家也有感。所以如果侯友宜跳脱了党派的话，是有可能产生一个跟赖清德的合作效应。那个是当然就在李世川来讲，这是雪上加霜。好，非常谢谢朗东回到位置上，我想问东豪哥，其实赖清德总统的个性大家都略知一二啦。比如说，我们2个礼拜前就特别谈了指南宫那个大典，赖清德当时2024年要选总统的时候，我都不去直接说我府内要开会，我不去指南宫。可这一次不止去了，黄成国街一路有说有笑，而且呢，在上场把蒋万安臭骂了一顿，对不对？还说什么内湖根本不该淹水，对不对？这侯友宜更怪。赖清德老家，他是讲到他老家会流眼泪的。那时候，我们好像同一场，是不是？对，在友台，赖清德讲到流眼泪，那台新北政府是铺天盖地的去杀他老家的。就现在，哇塞，
又感谢侯友宜，哇，感谢侯友宜啦，让新北长照10年推31个据点啦，感谢侯友宜配合中央啦。后面赖清德加一句哦，钱不用烦恼，我们中央出。然后呢，还这个8威台风，侯友宜人就没来了，还感谢刘副市长的报告，谢谢新北市在侯友宜的带领下，所以我这样讲，李四川有赖清德一半的身段软，现在侯友宜就倒过去啦，东豪哥。事实上，侯友宜到底帮李世安多少啦？没有啊，人家公开都讲喽，就公开而已。对啊，但是你在看这边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就是说，就是嘴巴上侯友宜是不止讲一次哦，公开不止讲了一次。对，他就希望李四川接。对，但是因为你在看风传媒这篇的时候，里面在讲是说那些里长或者是侯友宜没动，侯友宜的能够 touch 到的这些人有没有动起来？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在逼侯友宜。我在看那一篇的时候，第一个感觉这有点在逼侯友宜，有味道。我那么讲，为什么讲是逼侯友宜啊？国民党有把侯友宜当自己人吗？没有，因为侯友宜的出身不够正，他出身不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跟过陈水扁了。我跟你讲，讲话台湾国语，国民党就会把你当对啦，因为你讲话不够标准嘛。对，而且你跟过阿扁嘛。对，319是他调查的。319对。然后呢，马英九的时候，马英九时代，319还被翻案重启调查。对，好，但是当时朱立伦需要侯友宜，他找侯友宜，所以侯友宜是因为朱立伦进来，那侯友宜跟朱立伦有没有翻脸？后来有翻脸啊，两个人没那么好。对，还叫他删照片，朱立伦放上自拍照，还叫他删掉。那侯友宜一向跟国民党关系就若即若离。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2018年有3个人一起当市长，秃子、燕子、汉子。对，然后呢，就这里面只有韩国瑜第一个跳出来选总统。你想想看，当时这3子是合体的哦。2018年的时候，很多都是侯友宜、韩国瑜跟卢秀燕3个人，很多场面都是要合在一起出现的哦。到了选举最后的时候，卢秀燕在倒数1个月的时候，正式挂韩国瑜台中竞选总部主委。侯友宜不去就不去，侯友宜全代会在板桥要受赠给韩国瑜，侯友宜去都不去，他连主委也没挂啊。对，然后侯友宜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年侯友宜什么？因为侯友宜当时觉得你不能刚当选就去选总统。对，他其实原因很简单，卢秀燕为什么撑到最后1个月才去当主委，也是一样啊。对，就我2018年才当选，2019年就跑去选总统。那我卢秀燕2019年的时候，我还要选我下一任呢。我如果这个很早就去挂你的主委，我的市民会不会反呢？没错。好，那讲完这个例子以外，你再看第2个例子。这个月的7月25，决战新北是国民党全代会今年的主轴。对，有记者问侯友宜，那你会不会去啊？你是主人呢。他又不去哦。他说看我的行程。我那么讲哈，侯友宜不是没有政治 EQ 的人，在这个当口之下，李四川最需要的牌一定是侯友宜，在全代会拉起他的手。你怎么会？就算你最后去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讲我要看行程，2个可能嘛，一个可能是什么？我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我为了郑丽文我不去。好，那你如果是为了郑丽文不去的时候，你跟李四川也不会同框。对，因为李四川不能不去啊。没错，这场没办法呀，全代会这一场。然后第2个是，你就要怀疑你啊。那你说你要帮你希望李四川能够接棒。那就用讲的，对，因为国民党的人要看的是你的行动嘛，就你地方上的关系、政商人脉、社团组织有没有动起来，骗不了人，真的没有。好，这个时候，你再跟，当然，因为台大金山医院对于沿海那个北海地区来讲很重要，对赖清来说很特殊的地方啊，那是他家乡啊。你看他跟侯友宜这样边走边聊。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这2个人本来就认识啊？是吗？他们本来就认识啊。赖清德刚当立委的时候，侯友宜是行政警察局局长啊。对，他们本来就认识啊。这个画面，对啊。那苏小会被晾在后面，你知道吗？陌生人是，如果我跟你不是很熟，我没办法这样跟你聊天啊。而且你看是平起平坐，2个人是水平在走，对啊。我还是回到一句话。
国民党会把侯友宜当自己人。如果国民党不会把侯友宜当自己人，我下一句就问：那李四川就算当选，会把侯友宜当自己人吗？不可能，我就直接跟你讲，不可能啊！他不去查，不去清查李四川，不去倒查侯友宜，就已经算是就很不错了。当然嘛，所以这个局有的看了。好，非常谢谢东豪哥，今天我们请宽哥来电抢签票。我们刚刚讲说什么时也命也运也，对不对？我跟你讲啦，为什么大家说大卫不宜自取？为什么以前皇帝都要去泰山祭天？就是有些事搞到最后，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没错，对不对？还有这次台风，这次台风巴威台风，喂，我上礼拜在那边吹到天上，哇厉害，最强的哇厉害都哇厉害，啊，什么超级台风？结果导播看这画面，他真的来台湾了。他来台湾之后，他就北转就算了，你看他那个洞缺一角。就这看几卡哦，缺一角。那刚刚我们台湾的北台湾就在缺那个角的那个洞那边，然后半点没下雨。对，我礼拜五、礼拜六那边我到底在干嘛，我都不知道。就这么神奇的事，他就缺一角，然后缺那个角就刚好扫过北台湾，扫过了北台湾转过去就往中国走。结果现在中国倒大霉了。先来跟各位说哈，一直传说美国跟中国有气象武器，那气象武器各位是真是假，我们先放一边哦。但这次的台湾，蔡英文也有，赖清德终于借来了。重点是在于，如果中国有这个武器的话，正常来说应该是要台湾吹个稀巴烂，中国应该我没事才对，就是我们台湾没事哦，中国吹个稀巴烂。好，台风过来了哦，直径你看就刚好缺一个角。对。杀过来，然后缺一个角之后，刚好原本讲说北台湾会最严重嘛，对，就这个角就卡到北台湾，没有错，就掉开，然后转上去的时候刚好离开，哪有这种事？这个我们会打牌的人说这个叫 pass 啊，什么叫 pass 呢？巴威台风绕过台湾，直奔中国。专家说，哇，这个厉害，重点是在哪边呢？重点是在于后面他们说什么呢？后面是出现角度的一个微调，这个角度微调各位很重要哦。本来是直扑台湾而来，结果到了这个台湾的时候，啪一下，各位往北了。它原本这个太平洋高压这样压，对，压的时候它就往台湾这样走。就它到台湾的时候，第一个它结构被破坏掉，第二太平洋高压这样减弱，它就往北边了，它就往上窜了。对，所以气象专家这个叫吴胜宇，他就说巴威往西偏的主要原因是星期五跟星期六的时候，太平洋高压往西延伸。对，但重点是在于这次的威力有限。为什么它高压往西延伸的威力有限？为什么这次会绕过台湾往浙江去呢？重点来了哈，这个是蔡英文他自己的脸书还是应该是脸书了？脆，应该是脆哈。对，他就说有遥控器，到底有没有遥控器呢？先不管遥控器，我也希望有一个按钮让台风转弯，让大家现在都去朝圣，现在11.6万人去看。重点是台风真的转弯了，对。重点是来后梗图都出来了，梗图都出来，这个叫转弯电视台，各位很重要哦。对，转弯电视台，台风按下去，给我离开，咻就离开了。这个更厉害，赖清德拿个更新版的，对啊，哇，还有升级。蔡英文说，赖清德说下款，然后他说哈，你现在已经有升级版本遥控器可以攻击中国了。但重点来了，这次的台风呢，当然我们希望台湾的损害我们也希望中国可以，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对，我们也希望中国真是正。但这次中国各位他们的地方建设跟我们的下水道建设真的是宛如天壤之别。因为你真的没想到绕过台湾后到，我在讲的是我希望中国可以平安，没有错，没办法绕过台湾，他竟然从浙江登陆，对，一路杀到北京，现在还杀到东北，杀到东北沈阳。但是太离谱，我们先给大家看中国怎么播报巴威台风。好，我们来看一下。台风巴威昨晚2次登陆浙江，成为今年最强台风没有之一。接下来会对我国多地造成影响。虽然登陆了，但它没有散。不光没散，今天早上它的云系仍然覆盖了大半个华东，南北跨度超过1400公里。什么概念？从广州到北京的距离都塞不满它。一个登陆超过12小时的台风，还保持着这样的体型，这不正常。先说登陆，7月11日23点20分，浙江台州玉环13级，40分钟后温州乐清2次登陆，同一晚穿透2道海岸线，浙江转移超17万人。今天早上5点，中心到达杭州富阳，降到11。我没有想到，如果这个在台湾会怎么样？他竟然给我2次登陆，一个晚上12小时登陆，我还是在登陆第2次。正好我觉得。最奇怪的一点是，通常台风旁边要有水哦。我杀到陆地的时候，我会减弱哦。就看各位完全没减弱。对，没减弱之后，我们来看哦，温州，各位，温州可是个大地方哦。那个温州超级大的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
各位去看飞沙走石啊，这是从温州登陆，这从温州登陆哦，各位现在沿路还在往上走哦，浙江绕上去，现在因为它都从温州从南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它八威台风刚登陆温州的状况。你看那个地上的水，如果它从台湾进来，现在就是内湖变这没有样，错，这个是这样。忠孝东路变这样。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画面哦。浙江瑞安是各位淹到头昏眼花，你不看哦，各位这个是大楼哎，等一下，这不是河，这停车场，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那个停车栅栏？停车场这。停车场，那个停车场宛如瀑布一般，宛如瀑布一般了。好，我们停车场看完之后往北走，看浙江，舟山，因为舟还在浙山靠海嘛，，江哦各位对不对还在浙江哦，各位海边，你去看这个海边，所以单浙江，各位，浙江、河北、辽宁，中国近200万人哦，紧急疏散。哎，如果这个东西是从台湾，就是我们之前在讲淡水河口的海浪，可能就是这么的对，如高果你杀进来，各位水还排不出去。好，浙江之后，现在往北杀到河北了。我看到河北有傻眼。对，河北、北你不京是南边吗？对，它一路往北京、河北，现在变这样。没有错，河北各位。那个是车顶天窗，你有没有看到那天窗？天窗你有没有看到？是对，整个路上各位一片汪洋，对一片汪洋。所以河北完了之后就北京了哦，结果他还绕过北京哦，有够扯的扯。为什么呢？绕过北京之后，旁边是山东嘛，山东往北走，各位到沈阳了。沈阳这辈子沈阳咕噜咕噜啊我这！辈子没听过沈阳会有台风东北哎。各位东北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没有台风啊。没有台风杀到东北去过的，居然他就绕了一个大弧形哦。跳过台湾之后，沿路子杀，各位杀到沈阳去哦。对结果杀到沈阳去之后呢，还没完，对还没完了，我们来看哦，直播到一半，我们来看直播，因为中午了很无聊，什么都要直播。对他去直播淹水，老公觉得没面子，他直播淹水，直播到一半，给他断续。他在家无聊到出资嘛，他的无聊跟出家嘛，好，外面在台风我就播吧，播一播，后面大家一看，哎，真的也在直播哎，直播到后面长官一看，哎，不行哎，怎么我们国家在淹水在直播，关啊，就给他关，我连直播淹水都不行哦。不行，直播淹水，播报淹水有伤国家颜面，但重点是在那被关掉了。重点呢，我们看下面下一个对重点是在那个滚滚泥水啊，各位请看上面哦，这上面是桥哎，各位那么夸张啊？这是桥啊！好，刚第一个画面那是桥，这旁边是社区啊，是所以下面各位，下面那是路哎，这是路啊那！是路，下面那是路，这为什么是路黄河哦？因为很简单，有车在飘嘛， OK，有车在飘。下一个画面就很好，明显下一个画面就非常明显哈，各位对，全部都是垃圾，满都是垃圾，这个就类似海边的，因为有点堤防的感觉。对，这个就类似海边的哈，有点堤防的感觉。对但这次呢，我们来看最后几个画面哦。最后一个画面真的很糟糕。对各位你晓得吗？你看到台风最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车怎么这样子？各位跟飘飘河一样，车主就在旁边。我这台车，哎，那是汽车哎，对，那不是积木，没错，它是水大到每台车内湖淹水淹一半就觉得很可怕，它是每台车淹到浮起来，然后浮起来跟漂流木一样，然后全部都，它不是全部身家都没了吗？所以简单，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小结尾哦。中国一直说我们的地方建设做得好棒棒，我们的下水道做得多好又多好，我们那个海绵城市。可是各位，这是一个台风这样子绕过去，绕了一个弯，居然没想到台风一口气从浙江、陕西杀进去，沿路杀到后面，各位绕到东北之后还杀出来，沿路往韩国冲过去。好，非常谢谢宽哥。我想问纪言因为我在讲说，我没有要去嘲笑中国，因为怎么样都是人嘛，对不对？大家都有同理心嘛。可我要谈的事情是，哎，有时候真是运气，你怎么解释？我就讲上礼拜我们每个人都讲八威台风会出大事，谁知道不止减弱，还弄个洞，然后弄个洞刚好在北台湾就过去了，然后就换中国。可一样，我们刚一路在聊选情，聊到李四川新北的选情。你的看法，因为你1个月前还非常信誓旦旦嘛，然后1个月前呢，这个吕家凯也说李四川开始跑市场之后，因为他都没扫市场嘛，好，李四川开始扫市场，然后民调就会起来。哎，可是我现在一路看，你们今年全代会定调叫做什么？决战新北市，表示新北市是55坡啊。啊，我们自己定调叫决战新北市。对啊，那这样不是漏气了吗？露馅了啊！我们应该要讲这个决战高屏啊，对吧？应该要这样子讲嘛，这样才有气势嘛，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吗？决战新北市。好，这个还有时间，还来得及改。我听了都笑了。对，然后我要补充一下，我说我觉得信心满满应该是3个月前的事情，对，好吗？这个自从我不选之后，这个情势就开始批变了。这个你说北海岸没有你坐镇差很多，对吧？你看这个徐小新不是会说这个萧敬腾会变成李四川的破口吗？对，是萧敬腾退选就变李四川的破口了。
没讲你是错啊筛子，然后我们就你对血都有破口了我。们就静静的看下去嘛，对不对？塞子被拿掉以后，水就流走了啊。对啊，桃园现在才有一个塞子要被四川是拔起来水嘛，对不对对啊流走啊。啊，如果这个东北角北海岸没有萧敬腾这个塞子，再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啊，重点就是说这个选情的变化，因为我上个月在讲的就是说，其实是我一直在讲，就是苏巧慧其实很强，然后我们并没有那么轻松的可能会赢，尤其是李志川到这个过年后才被征召，是那起步确实会比起苏巧慧是比较慢一些，所以上次吕家凯在讲那个嘛，就还被蓝营自己的人出征，吕家凯只是说李志川要开始怎样说这个跑市场等等这些。扫市场当然是很基本，而且李志川就我知道，本来光是连戏子他就已经来了好几次，是，但是吕家凯要讲的是说，他现在这个过年后才被征召，然后现在陆续启动，比起苏巧慧已经跑了1年多以上，本来就相对起来比较慢。对，那接下来选情应该会比较步入正轨。那讲这个刚才在谈到说这个整个，你说包含连那个网络上等等这些，这有2个可能啦。网军，因为当然我们自己大概也都知道，第一个当然这个自己可能真的有人去买。那这个就要看这个李志川现在这个团队里面谁是主要负责网络的那一群那就我们所听闻，那这一群这个可能出一些状况啊，对，也正常嘛。我只看了，他们招式已老。对我只是看了一下，那些账号跟那些套路，跟好像这个我在初选期间来攻击我的，好像那些账号好像有点像，是对，然后这个是不是同一群人？这个我就不知道。然后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也有可能是对手故意来搞。就是说我对手故意这个买一些很这个低廉的网军，然后故意来你这边留言，然后就说你看怎么会有这种网军这样？但这个我不确定。没有你去提告啊，李世川如果觉得是苏巧慧搞去告啊，然后找出来背后就他可以查 IP 可以查出是谁啊。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好处理，这可能意图使人不当选等等。对啊，但我担心的如果是前者，因为确实这个团队里面之前都有听闻，包括说媒体也有写还是有一点这个隔阂。对，就是多头马车还是这个样子。那变成说你现在已经几月了？现在今天已经7月13号了，距离选举应该8、9、10、11。4个多月不到，大概120天左右就要选举了。如果还不赶快整合好，那接下来这场选战要怎么去打？当然，新北市相对起来，我们还是有一些信心。是，但是万一真的不幸，新北市万一掉了怎么办？这个是非常大的事情。对国民党来说，400万的人口，全台湾第1大县市。那个新北市掉了，你们就可以逼退郑丽文。那因为他是郑丽文的人，所以他不是。你要看这个萧敬腾现在只靠郑丽文的，你要看现在在帮李世川的这群人，是不是正好想搞郑丽文的人？对不对？现在是朱家军在帮李世川，也有朱家军也是要搞郑丽文的同一群人，所以他们故意搞死李世川，就搞死郑丽文。意思是这是朱家军的阴谋。他讲你够，那是不是就交错朋友了，对不对？那这是不是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我一直在讲说团队的事情。那李世川有自己的想法那这个选举的时候本来就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忙。对。那李世川到这个年纪他才第一次出来选举，本来相对起来他就没有自己的这个人马在，所以就会比较辛苦。那当然各路人马，你说当然，比如说这个侯友宜这边，还是朱立伦这边，甚至是说这个过去李世川自己熟悉的一些部署，或者是这个党中央，大家都会有人想要协助，但是不是能够这个赶快团队确定到底要听谁的，然后赶快这个往前走，然后不要再发生这种网络的事情。是这个也很关键。这样我们在谈说江宜臻，然后这个不连任等等这些，然后跑去帮李世川，这个也是在这其中一环之下发生的结果。但确实到了现阶段这个事情，这个阶段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而且当然你说这个风传媒讲说这个侯友宜就是赖清德想要去拉拢侯友宜，这个前阵子这个跑蓝营的记者就已经有写过类似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监察院就是之前在讲说这个廖婉如跟这个谢振达的时候，因为其实第一时间这2个人选出来，廖婉如那可能或许有其他考量，谢振达谢振达不是一般人谢天谢地谢振达。对，谢振达的角色他不是只是之前的新北市副市长他跟侯友宜的关系怎么样？侯友宜2024这不距离现在才2年多前的事情，才刚帮国民党代表国民党选完总统。是，那谢振达那个时候还特别请辞了副市长，到了这个近办去帮忙 hold 这件事情。对，他却被提名为监察委员。那谢振达被提名监察委员，没有问侯友宜吗？没有请示吗？一定有啊，可能啊，不用请示吗？他有问，是至少打招呼吗？有问啊。那侯为什么位置可否？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就在疑问这件事情。是，而且第一个党事前知不知道？第二个侯友宜同不同意？对。那侯友宜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意？明知在现在的政治氛围下，基本上这个人事案
就不会过关啊。对，那所以说那个时候跑蓝的记者就有在写说，这个其实这个赖清德本来是想要这个找侯友宜，然后去当监察院长。那这个听起来有点惊悚，你知道吗？那不会啊。后来仔细想想之后，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侯友宜今年底要卸任新北市的市长，对，那很简单，你卸任新北市长，他才刚帮国民党选完总统的，他接下来要什么政治上面的出路？前面帮国民党选完总统，然后没有选上的人有什么出路？2016朱立伦他卸任，他回去当新北市长嘛，是新北市长卸任之后，他又继续想选总统嘛，对，然后在2020韩国瑜选完之后，回去当高雄市长，只是高雄市长他被罢免。那不知道，结果没想到，后来这个绕了一圈之后，朱立伦让他提名当不分区，然后后来有机会当立法院的院长。那侯友宜没路了，他是连市长都要卸任了，他现在回去，然后好好做完。那他卸任之后，他要做什么？那如果当里面，我要么我就选当主席，要么我就是要其他政治发展，那不然我就是要自己去谋出路。假设在政治上面，以他过往的这些经历，他可以跟民进党达成某种合作的话，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发展？你说，如果这个年底卓荣泰下台换侯友宜，我都不是很意外啊。我觉得不可能啦。我觉得这个等着看吧。我赵少康会把侯友宜骂死。好，没关系，反正这萧敬腾讲的好不好？萧敬腾讲。那接着呢，我们请晃哥来到电场前面。另外一个倒大霉人是谁？蒋万安，对不对？我真没想过，台风来不来，蒋万安都死。对，台风来，但死法不一样。台风来，内湖变这样，内湖变这样。台风不来，蒋万安也被骂，也被骂侧头。先看，我跟你讲，真人物最怕什么？走到哪被抢哦。对，上个是谁？是黄国昌。黄国昌，我没有想过蒋万安，他原本从这样底，这样走到哪被抢？我们先看一下。走路的动线都会是跟着边进来。对啊，浩哥，这不是第一次哦，他上次在内湖视察也是2楼下去骂他，没错，对。然后这是第二个哦，一个政治物开始路上有人被呛，这就是破窗效应，有1就有2，有2就有3。接着呢，大家就开始所有不满都会喊出来，然后政治人物就是什么不敢出门，他就把自己越做越小。我们看过黄国昌是讲，韩国瑜是讲，现在蒋万安走到这个成田地了。对，蒋万安的被卸妆呢，应该就是从老鼠开始，从 Andy 开始啊，蒋万安的弟弟开始。对，然后呢，接着是淹水有蟑螂，接着台北大火锅，对，然后内湖大淹水，然后沟沟有三叔，是啊，开始一路下来啊，一路下来到这一次台风。这次台风其实对整个台湾来讲真的是天佑台湾，因为但是对蒋万安来讲呢，他的台风警报解除了，但是万安警报还没有解除。政治警报没有。为什么说呢？我记得上礼拜3我就在这个节目我就讲说蒋万安99%会放台风假，对，被我讲对了。对，其实蒋万安的思考逻辑很简单，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他当时在考虑的时候，他一定说我放或不放都有人骂。对。我放的话骂的人少，不放骂的人多。那数学算一算，那骂的人少，我就选这一边。对，好，为什么蒋万安？所以我说台北、基隆、桃园那天的假叫做连任假，是新北叫被绑假。对，因为侯友宜拖到8点半，侯友宜就说不会来啊，我都你们都放了，我不放，我会被骂臭头啊，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要跨区啊，对，所以新北被绑架嘛，对不对？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台风假其实它是有科学标准的。对。它科学标准很简单。好，蒋万安，你说你不相信民进党执政的气象署，对不对？台大气象团这是台北市政府花钱请来的顾问。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开气象准备会议，对，不是瞎弄，不是有一组台大大气科学的学者跟科学家。其实我想，比较有钱的6都里面都有，新北也有，这个都是另外花钱的。OK， 也就是说，蒋万安。你每年花钱请这些专业的顾问来、学者来，然后他们给你的建议，你把它丢到旁边，那你干脆解约算了。他当时就跟你讲，对，你就礼拜5上午8点到晚上8点，最大雨量阳明山30到60，市区只有10到20。你知道台风放假的标准，以雨量来讲台北市平地要到350毫米，24小时雨量。现在才10到20。对。然后风力是平均7级，最大阵风10级。那天台北市大概只有6级而已，所以最大6级，对，根本不到放假的标准。但蒋万安坚持要放，因为我们找到画面台大真的苦口婆心跟你讲，就不会有台风。蒋万安要放，看一下。今天有遇
到这个垂直风切比较大的情况，那造成说中心附近的云系这个非常的不对称，那有正在减弱为中度台风。然后呢，本市预计在这个11号的时候进入这个暴风圈，那在11号晚上的时候脱离这个暴风圈情况。最接近我的时间是在这个星期六的中午时候呢，我们会进到这个10级风的暴风圈。那明天呢，这个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我们预计在白天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阵雨已经发生了。那阳明山区这雨量可以到达这个60毫米。到明天晚上到这个后天早上时候呢，在这个阳明山区有这个豪雨等级以上的这个雨势，那平地有大雨等级雨势。那综合评估呢，台风本身呢，它边往西北边移动这个情况下呢，它有中心部分有逐渐减弱。那这个影响本市时间风雨最大时间点是在11号的0时到18时是最大的这个时候。他讲得清清楚楚，风雨最大是礼拜六的0时到傍晚6点。对。礼拜五根本没事，而且这个会是7月9号礼拜4晚上8点开完之后，蒋万安就宣布隔天停班停课。不是你每年花那么多钱请这些专家来干什么？你拔杯就好啦，拔杯搞不好都比你准一点嘞。对啊，那你花这些钱请这些专家来干什么嘞？谁当台北市长决定放不放假，责任非常重大。对啊，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要少赚多少？台北市周敏宽少赚多少礼拜五？台北市一放假哈，股市停、汇市停、期货停、银行停，然后中央政府停，全台湾一半停摆。什么全台湾？台湾现在是全世界第4大市值的股市。对，全世界包含华尔街的基金，对，包含阿布达比主权基金都有投台湾的股市。你讲保。是因为担心没连任，可以都放假，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因为台北放假，不是阿布达比都有投台湾，中央银行也放假，所以各地银行的结算，它没办法跟央行结算，对，央行那天不上班，对。所以你知道那影响有多大吗？是，那影响大到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今天算了一下哈，光营业税，我们先别的，我算营业税。我简单来讲台北因为那天百货公司不能开，对，可惜啊。我就算了一下，正好我就只算台北有大概几十家百货公司，我只算我们上次巧遇那一家。收购。对，那一家在台北有4家分店，对，你知道我用去年的营业额算去年营业额它一年台北4家分店350亿，平均一天9000万。对，你知道9000万可以收多少营业税450万。对，450万大部分是给台北市政府。对。我都还没算星光是，所以蒋万安原百什么一大堆，你是在跟自己作对耶，是你把台北市白花花的银子送出去耶，对，那你知道好，那再来讲医院，我如果不是陈为民院长讲，我真的从来没想过台风突然放假对医院医疗单位影响我们现在这么大，都跟蓝绿没关。对，第一个台大的气候团队跟蓝绿没关。对，第二个是台北荣总的院长医院。他出来说：“你真的不要乱放假，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荣总一天1万多个人。我们知道荣总现在不止荣总，就是这种大的医学大概1万多人。而且我跟你讲，他号码很难挂。对，你真的要挂到那种所谓民意的号很多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然后到处找人帮忙了好，一天1万多个人，好，我一天台风，我门诊全停。我这1万多个人，不是说我顺延到礼拜一，因为礼拜一有另外1万多人要挂好号的。等一下台大龙总的院长说，龙总一天有1万个人，对，很多都开完刀要追踪，台风天无法就诊，往后就再也挂不到号。很简单嘛，我礼拜五我本来挂好了，对不对？我突然取消了。我不是说顺延到礼拜，因为礼拜一另外1万多个又已经挂好号了，先挂进广告，所以是礼拜五、礼拜六就2个1万多了。对，所以龙总的院长也不爽。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讨论。政治虚实，我看清是非；资讯复杂，我厘清关键。世界秩序正在重组，台湾正发挥关键影响力。台湾 On Air， 从在地内幕到地缘政治，精准解密，直白剖析，全局看清。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我是许贵雅，台湾 On Air。新台湾3线讲节目没有戒，晃哥，对，
龙总院长都出来，这没有蓝绿吧？对，我们刚刚讲但是龙总应该偏蓝吧，硬要讲。荣民总医院嘛，长期以来吧，就荣民总医院嘛。对啊，但我没有说院长，我说大概印象中嘛。对，好，我们不管，我们就说他也不蓝，他就纯粹就医疗机构嘛，1万多个，礼拜五1万多个人没看，礼拜一又挂了1万多个，所以这些人为什么永远挂不到号？挂不进来，挂不进来。好，这是门诊对，还有开刀。现在主刀医师大概每天刀都排得满满的。没错，我原本礼拜五要开的结果你突然取消，我不是说我顺延到因为礼拜一我也排了很多刀嘛。对。那这时候紧急的状况怎么办？变成医疗团队要去拜托求爷爷告奶奶，原本排好礼拜一说，拜托你让一下，那个比较急。可是谁不急？但会开刀谁不急？对啊，又不是开疝气，对，疝气也急啊，也是没那么急啦。我在开痔疮我都急，我怎么忍？那怎么办？那好，这是一个主刀医师。如果是跨科的主刀医师，心脏外科什么会诊的那一种，哇，那个瞧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你知道最惨的是呢，要照大肠镜跟照胃镜的，有照过人就知道要禁食，还要吃泻药，不是更惨的是还要吃泻药。有网友真的讲，他傍晚5点多喝完泻药，对，去厕所蹲在那边说手机明天停班停课，白拉了，眼睛流眼泪，肚子屁股在拉，对，不，你白饿了，你白拉了，隔天再灌一瓶，然后呢，你下次再约好，好不容易再约好要再做的时候，要再经过那个过程再一遍。他这讲排定的手术，院长门诊取消，台风假难以有些患者安排大肠镜、胃镜需要提前准备，调整饮食。对啊，我无渣我无渣了好几天，无渣至少3天嘛，对，我3天都没什么吃，对，然后你要吃泻药，泻药啊，对不对？很离谱，难怪他要发文要讲话，因为对他们来讲，真的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他们也可以接受，如果真的风大的话，大家那为了安全，那个无所谓。可是真的踩到他们红线就没事，硬要放。礼拜五那个状况，我们都在台北市，礼拜五那个叫台风假嘛。对啊。所以你说这种乱放假，我跟你讲，再这样搞下去蒋万安，你不要以为放假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我跟你讲，台湾股市最近太好了。台北市的经济选民又特别多，还有那天 Uber 没办法外送，对啊，那我也讲啦，那些外送族是不是少一天收入？对，那这个账通记蒋万安头上。好，非常谢谢黄哥。接下来我想问梦话，因为状况是这样，蒋万安这个人真的太好笑，遇到他要回答就好好回答，遇到不想回答就不回答。今天有堵麦嘛，因为大家问他这个题嘛，对不对？因为他们说谁再敢教我砍树，我就告你。回答13秒。骂中央，厉害，骂79秒。骂沈伯洋，说祝福沈伯洋去美国1秒。打造台北，然后陈其迈没答台风假放假14秒。北荣院长，这题应该认真回答吧？对，回答7秒，就他都不回答，然后只要骂中央就活过来，开始骂食安。你是台北市长，你怎么花79秒骂中央食安？你应该花79秒回应北荣院长。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的。我想公园处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对于目前有特别指出说，特别是政府公园处对于移除树木是因为无人机的征收这样的谣言，一定是依法来处置。毒油案这件事情，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中央政府对于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怎么会这个时候讨论要重新上架？包括问题油品怎么受到污染、整体的流向、回收的比例以及风险是否完全排除，都还没有厘清之前，怎么可以谈上架的问题？所以难道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中央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所以赖清德总统不能再沉默，应该要即刻召开国安会议，召集跨部会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来重拾民众对西安的信心。我祝福他一切顺利。我觉得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台北 Taylor Swift， 这是很好的。但是关于邀请 Taylor Swift 来到台湾，他可以好好请教陈其迈市长以及赖瑞隆委员。我觉得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为所有的市民朋友来争取最大的福祉。我们其实就是面对这一次25年来最大暴风圈的台风，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灾情，料敌从宽，而且一定是以市民的安全最优先的考量。所以我们卫生局都有要求，我们台北市各医疗院所一定是确保所有整体的医疗量能以及病患的权益。好，谢谢大家。这是我们因为我忘了整理，但我们很完整把它全部弄出来。讲完就真的，骂到中央整个就活过来了。然后讲到对手，讲到人家质疑就不回答，所以蒋万安是逃避型人格我觉得他现在所有蒋万安的回答，可以发现他的策略就是避重就轻，转移焦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他只要遇到中央的问题，之前像监察院，他也提出说什么废监察院要倒戈啊等等。可是真的，如果要是有
像是我们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国防预算这个特别条例，他就不表态。对，他遇到真正要表态的时候，他不表态。可是遇到很多像这种中央议题，他就把它避重就轻，转移焦点。对，然后都转移了。其实对台北市政，大家真的想要关心的，因为我们讲回来这个台风，大家都知道说为什么会觉得它就是为了选举要放假。它以前在去年，大家可以回想有一个台风进来的时候，当时没有放假，可是雨其实下的比这次还大。大家去留言咕噜咕噜，对，咕噜咕噜那一次。可是你同样的标准，那你为什么那次没放，这次要放呢？是不是因为今年要选举，去年没有选举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礼拜4下午的时候，就有很多媒体在传说礼拜5应该会放假。对，因为他在受访的时候就已经说要大家待在家里。明天大家待。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脸书每次在公布台风要停班停课的时候，每次都会有他的帅照放在旁边嘛，只要停班停课的时候。但是礼拜5放假没有放所以大家就说这个不是台风假这个是政治假，所以你没有把你照片放在上面啊。礼拜6的时候照片又出现了，对，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操作呢？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最质疑的是当天礼拜5的时候，大家问到蒋万安你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他又在那边语无伦次，很心虚。因为如果你自己做了这个决策，说实在话，你这个地方首长要承担嘛。对，可是他自己很心虚的，就是在那边讲说，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我们也不能阻止台风的来。就讲到我觉得媒体朋友们已经完全听不下去他在讲什么了，然后现在就被抓包说，其实台大气象团队根本就已经打脸他了，11号才会进入到气象圈。那我觉得就会回想到说，其实当时在那个蓝白在去年山土的台风陈其迈放假的时候，那时候放了4天，对，可那时候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那次的其实山土走得非常的慢，所以呢，当陈其迈宣布放假之后，山土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可能暴风圈还没有到高雄。那时候蓝白骂的怎么样？那今天护航的不是完全在双标吗？对。那我觉得，当然以我内湖出身的民代来说，我觉得这次的台风假放这个灾防准备假，以内湖淹过水的民众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礼拜4的时候，其实我们内湖的沙包是被抢光的。对。因为蒋万安市长他到今天还没有说为什么内湖会淹水啊。他唯一的说法就是施雨量过高，你这个讲法就等于告诉全台北大家，就说你现在只要施雨量过高，台北市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淹水，因为你讲不出其他的原因。我们在质疑你的侧沟有没有清，然后你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问题，是否都说不出来，那不就是等于告诉大家说，你只要施雨量到了某一个程度，你就是丢包给市民说，这是有可能会淹水。对，所以我们内湖居民很紧张，大家抢沙包，然后你去看那个东湖立体停车场，它所有几乎被停满了，因为大家都怕车子会泡水，所以那个真的排队排到非常的惊人。所以蒋万安这完全丢报的状况下，丢报给民众嘛，你施雨量太多了，你就会放假。他也丢报给基层，我们看到在防灾指挥中心，他对这个区公所怎么讲话，就是有无能的主管才会这样子对下属讲话。如果再有，我就当做你怎样又怎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蒋市府已经完全是整个政策摆烂到失能了，所以他只好放台风假啊，因为你自己无法承担嘛，你就只好要市民自保啊。那其实市民自己去算那个如果淹水的财损，你算下来有一些诊所他们赔了几百万，然后你车子如果器材淹掉，可能会10几万。那你跟你一天的经济损失，以一个上班族来讲，这个衡量之下，他可能觉得台风也许是放的有道理，也可以帮他为内湖淹水来开脱。可是我们就看到，其实实际上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那我们在观察到，其实我觉得从鼠患，然后到侧沟，到整个下来，其实目前市府他们的做法呢，就是不断的在转移焦点，就是模糊这个想法。大家可以去看到说，当时有鼠患的时候，市府怎么讲？南鼠北送。是。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这个树砍成这样，结果市府的回应是什么？他们说要去告民众，说根本没有考到4000颗，你只砍了3000多颗，然后说什么那无人机是造谣，那就要民众呢，就是说要恐吓民众说去告他，他们没有白目对，台北网友说台北市砍4000颗嘛，他说是造谣，公园处说我们很生气，我们只有3164颗。这其实都是市民真的关心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看到市民看到路上有老鼠会担心，然后之前在台风的时候呢，应该说那个下大雨的时候，看到这些蟑螂、海浪，大家就很明显的看到蟑螂被冲出来嘛。那你内湖淹水这些地方，上次淹就是纳莉台风的时候，那就为什么这里会无缘无故淹水，或是你抬头看水沟里面就是有山苏，那现在看到树就是不断的被砍，这就是市民非常走到你的日常生活中会担心、会想要提问的问题。可是现在蒋市府他们没有好好回答问题，他们全部都在避重就轻，转移焦点，然后全部把它操作成政治的攻防。他们就是没有好好的去回答说你到底为什么树要砍，那有什么原因？那这个后续的规划是什么？那这里砍了一整排，那理由是什么？你好好讲给市民听嘛，市民是可以听得下去的。可是现在所有东西呢，因为我觉得蒋万安的无能已经难以掩饰了，因为只要把它变成所有的题目都是政治攻防，你只要质疑市府，全部变成青鸟，全部是侧翼，那就变成我们的市民好像已经没有任何市政讨论的空间了。你只要
有任何质疑，只要质疑书对谈，好，你是清凉。对，只要质疑里面有酸素，就会说对你就是侧翼，因为什么？所以酸素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的流水。那你只要质疑老鼠，就说南鼠北上，全部都是政治操作。对，所以整个市政变成这个样子之后，我觉得就是整个对台北市的整个市政讨论是非常的不健康的。那这就是蒋万安跟英伟现在的方式嘛，因为他们就是在做一个 OK 泵，他们没有想要处理好整个市政的愿景或是问题，他们只要看到问题就是把它贴上去。像这次在其实台风之前，我们内湖备了多少抽水机？他们就是怕内湖再淹啊，所以整个抽水机，然后特别去看了阳光抽水站，然后呢，还有去上次淹水的地方里都走过了一次。但是说实在话，你台北市如果真的台风进来了，只有内湖可能淹吗？没有，也不一定嘛。可是他就是只在乎到这里，因为他就是怕再被骂，然后就是这个整个是用一个舆情管理的概念在做整个市政的治理。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蒋万安真的太无能了，市政已经完全摆烂到一个程度了。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出一个嘴皮子嘛，他也只好用这种出嘴皮子的方式来处理啊。所以把所有的市民关心的市政议题都变成了政治攻防，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非常谢谢梦话，今天我们请朗东来到电场前面哦。怪事，就是郭正亮也不是怪事，是个好笑的事情。因为郭正亮石板民夫不是石板先生不是被打吗？被打完后，郭正亮就开直播啦。那郭正亮就开直播呢，就开始说什么呢？说什么这个石板民夫啊，说什么这个石板民夫是假日本人啊，他长期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啊。他说石板民夫日文很差啊，然后说石板民夫这个考上庆义大学啊是靠多元入学啊，然后说什么石板民夫啊拿这个很多人啊台派金主5000万成立智库啊，好，这原本就是郭这样的日常，每天都在讲些无为不为的，然后也没有认真查证，就石板民夫说我要告死你。就郭亮道歉，我们先给他看啊，他马上开直播，先道歉再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坦白讲，我是严重误会啊，可是我的误会是有原因的啊，我待会跟石板先生做说明啊。那如果有严重误会，我当然会跟他道歉啊。那希望啊，这个我们也不要对簿公堂啊，这个没有必要了，因为我的资料就是这样，我到法庭上也是这样说啊。所以呢，我就提前来向石板先生做一个报告，那也跟诸多网友报告。你去诬赖人家说什么拿台派金主5000万，然后你一个台湾人说人家日本人日文很烂，然后说什么成绩很差，考庆义大学是多元入学，然后说什么中华民国籍护照。结果人家告你，马上道歉，为什么？因为他资料都乱来的。对，我还是不得不佩服亮哥啦，因为他有语带哭腔，就让人想到杨宗纬的这个诠释方式。哇，我听到都感动，有点杨宗纬落泪。很少听到有人道歉，因为大部分都比较死板在那边。不是石板民夫，是吧？比较呆板在那边念稿。对，结果他还念到很有感情，你知道吗？好像他真的不要对簿公堂，不要对簿公堂，我真的错了啊！他就讲说什么他有根据，就根据是维基，看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你的证据是什么？石板民夫有中国籍，我看维基百科，你看我问 Cloudy 的，我问 Cloudy 跟我讲的 Cloud， 然后 Cloud 还追踪到翠的维基百科，这个能够作为证据吗？对啊，石板民夫出生在中国天津成长，这应该是可以证明的啦。可是我觉得以郭正亮他是耶鲁大学博士来讲，他说什么你国籍呢是从72年到88年，总共就是16年就有中国国籍啊。他用这个去推论说石板民夫什么日文不好啊，能力不好干嘛，有很大问题。因为你可能中国国籍还在，可是你从小就已经去日本发展，这两件事嘛。你不要认真讨论郭正亮的。对，我又犯了一个错误。维基百科证明石板民夫是中国人的咖，维基百科是谁都可以上去，对不对？然后更好笑，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你国籍呢是从72年到88年，总共就是16年就有中国国籍啊。他用这个去推论说石板民夫什么日文不好啊，能力不好干嘛，有很大问题。因为你可能中国国籍还在，可是你从小就已经去日本发展，这两件事嘛。你不要认真讨论郭正亮的。对，我又犯了一个错误。维基百科证明石板民夫是中国人的咖，维基百科是谁都可以上去，对不对？然后更好笑，他说什么？石板民夫是靠多元入学进去。他直接道歉，搞什么？直接来看一下。非常好的私立大学啊，你不管用什么方式进入庆应大学，都足以证明你的优秀了啊。那
石板先生他说我是去参加考试考上的，哦，那我在这里对你就更敬佩了，因为是很难考的啊。哎，怎么跟原本讲的不一样？原本讲人家成绩差靠多元入学，现在开始敬佩人家。不是啊，你说人家多元入学，你要有证据啊。你多元，他说多元还讲得很具体哦，说你日文超烂，可是因为你中文很好，他们刚好要招会中文的学生，是他猜的。啊，不是啊，你不能乱猜，也不能这样污蔑人家。对，结果现在才事后，你怎么又是靠的，又找出来一份哦，说那个时候确实有什么类似多元入学啊，可是既然石板这样讲啊，我们说我们就跟石板道歉，保证一开始就乱猜，其实这个事情最扯。结果现在才事后，怎么又是靠的，又找出来一份哦，说那个时候确实有什么类似多元入学啊，可是既然石板这样讲啊，我们说我们就跟石板道歉，保证一开始就乱猜，其实这个事情最扯。直接说什么收钱5000万，那这个我们直接推给不具名的长辈，没错，长辈跟他讲的，看一下。我就见到我一个政坛的前辈啊，他年纪大概比我大几岁啊，所以也接近70岁了。他就跟我讲啊，说阿亮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财团法人要成立，这天大地大的事啊。他就跟我讲。你要做国防事务的研究，要成立一个财团法人，你知道它的成立基金是多少钱吗？5000万。我当天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这个政坛的前辈啊，我说你看人家说不是啊，不是这样啊。结果我那个政坛前辈跟我说啊，他说阿亮，我跟你讲啊，我知道我犯错了。因为我们都以为他是财团法人，我非常意外。我坦白说，我这一点要郑重向石板明夫先生致歉，我真的误解大了。有关募款的部分。